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很好奇哦，除了我们待会要谈到第三份的部分，可能从历史脉络上，大家就要去回顾到第一份跟第二份历史决议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状况跟背景哦。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陈老师也帮我们做一下说明？首先我想解释一下，这个从字面上讲，历史决议是一个共产党关于它的历史过去发生事情的一个总结，一个基本的调子定调。但是从实质上讲，它不是总结，它是大翻盘。那么共产党国家内的这个党内政治是经常会大翻盘的，这个是专制体制的规律，也是它的必然。那么苏联有过，中共也是这样。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大翻盘呢，是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决定的。那么首先是因为专制制度它必然会成为个人独裁，那么独裁者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就必然会无法无天。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他就是无法无天的。因此呢，独裁者死了以后，无论他犯了多少错，大家怎么样恨他，就不是独裁者死之前，不管他犯多少错，大家怎么样恨他，还是不敢不喊他万岁的。但是独裁者一死就会大翻盘，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独裁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必然会造成民众生活困难，经济凋敝，所以呢，经济政策是需要大翻盘的。但是呢，共产党的这个大翻盘它是有边界的。就共产党党内的这种大翻盘，从来是为了巩固统治，而不是为了自己推翻自己的统治。那既然他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但他主要就会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还有国际关系这三个大方面来翻盘。那么这三个领域里头，大翻盘其实也都是有边界的，所以不是大翻车哦。那比方讲，在经济领域，客观上它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选择。那么大翻盘无非就是在这两个选择当中翻盘。那翻盘翻到资本主义呢，不见得会让共产党走什么民主化道路。这个关于资本主义促进民主化的说法，是从老布什时代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的决策圈还有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圈对中共政策的认知基础。那结果是被中共的现实证明，完全是胡思乱想。因为资本主义丝毫没有给中共形成民主化的压力，反而产生了帮助中共巩固它的这个基础的机会，而且让中共产生了威胁美国的实力。那么这是讲在经济领域。那么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头呢，大翻盘也是有边界的。基本上它就是在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之间重新组合关系。这个选择呢，一般来只有两个，一般来讲只有两个，要么是美国友好，要么和美国翻脸。那么对应的就是说，和美国翻脸的时候，中共一定会去巴结苏联，比如朝鲜战争，以及现在他在和普京勾勾搭搭。那么如果他和苏联翻脸的时候，他就必定巴结美国。这就是中美建交的原因。那么现在是中共正在准备和美国对抗，拜登当局呢还不想翻脸，就现在这个局面是这样。那么在国内政治领域，中共的政治大翻盘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在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这个两者两端中间的摇摆。那每次摇摆就是一次翻盘。那我在我们震惊最前线节目4月22号的节目里头谈过中共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就是在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的两端之间反复摆动。我今天就不重复那些话了。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网搜一下，看了以后就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那中共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文件，刚才洪林兄已经提到了，历史决议这样的文件很少，只有2个。那么今年刚刚出来这个是第3个。这说明被称为历史决议的这种文件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每次通过这样的历史决议，就意味着我前面刚刚讲的大翻盘。那中共开始到现在一共有3份历史决议，就包括刚刚这份。这前2份呢，第一份是1945年中共6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份呢是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想说明一点的就是每个历史决议啊，都是对大翻盘的强制性追认，而不是大翻盘的开始。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翻盘结束了，然后搞定了以后，强迫全共产党全部人，还有他统治的地盘里头的所有人，必须追认共产党翻盘这个结果。那么历史性决议呢，其实每次都是大翻盘的推动者他的所谓胜利宣言。这所以说它是强制性追认，是因为通过这个决议，他就是告诉所有的中共官员，从此以后你们必须在新的胜利者面前低头顺从，不许说三道四，也不要想东想西想，你乖乖的跟着上面的号令，排好队走，否则分分钟要你难过，甚至让你活不下去，让你的家人也混不下去。那我具体来介绍一下洪林兄刚才问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什么东西。中共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他还在延安的山洞里躲着，在陕北那儿，当时还是这个土八路。那个时候他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那时候代表中国和英美两国讨论怎么样结束对日战争的是蒋介石，开会的地点是在开罗，埃及的首都。所以当时中共那个历史决议啊，在延安那个历史决议看起来好像跟全国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那个中共在延安山洞里开的这个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的结果，对后来的中国、对台湾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因为那个决议按照莫斯科的要求，确定了苏联支持的中共领袖从此是毛泽东。那么所以苏联那些这个跟随苏联的人就必须要服从这个毛泽东了。这个决议也意味着以前那些苏联支持的，在苏联受过训练甚至能讲流利俄语的中共高干，从此在莫斯科失宠了，毛泽东取代了他们。那中共是非常看重这个决议，认为它是中共的历史转折点，因为从此中共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然后呢，就是中国也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那么到了上个世纪，毛泽东甚至对美国还有欧洲的很多激进左派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魅力。那么毛泽东死了以后呢，他在中国是部分的被翻过去了，但是在西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今天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崇拜者啊，对毛泽东的崇拜者，如今啊或者曾经都是这些国家的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比方讲，奥巴马公开承认他的导师就是毛粉，奥巴马自己也是毛粉。那美国民主党的激进派领袖桑德斯更是如此，都是热爱莫斯科、热爱北京的亲共产党的人物。那么在国际关系领域啊，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过大翻盘了。那就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全面亲苏，变成和苏联成为敌人，以至于苏联决定用核武器消灭中共。结果是美国看到了机会来拉拢中共，为美苏冷战当中的这个苏联增加一个敌人，从而分散了苏联的军力，减轻了美国的压力。这样的话，美国就拉了中共一把，对苏联呢发出威胁，讲说如果你核打击北京，美国就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就会核打击苏联。那么结果苏联呢就不敢对中共动手了。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已经四面楚歌，只剩下投靠美国一条路了，因为只有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中共才能活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共就放弃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敌意，和美国越走越近。当然了，这个国际关系上的大翻盘啊，对毛泽东来讲做起来是不难的，因为他当时在中国是一个没有皇冠的皇帝，一言九鼎。何况呢，靠近美国这件事啊，在中共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当中啊，拥护者是不少的。毕竟当时美国比苏联强大，比苏联先进，那西光卫大边呢，好像也合情合理。
这是中共的第一个翻盘的这个内容，或者说是它的实质是形成毛泽东时代。我当然也讲了，毛泽东时代后来终结了。那么中共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呢，也是一次大翻盘，对一次大翻盘的确认，它是要终结毛泽东时代。1976年毛死了以后啊，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呢，本来想替代毛泽东也搞个人崇拜，这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呢，华国锋太嫩，当时一大批同毛同辈的元老不但还活着，而且想翻天，想把自己在毛泽东手里失去的权力和地位夺回来。那么经过几年努力呢，这些中共元老最后是把死去的毛泽东那些坚定的追随者都逼下台了。那么那些在毛泽东晚年被毛冷落甚至流放的中共元老又重新抓回了权力。那么这个1981年的这个决议呢，就是中共的一部分清算毛泽东时代、清算毛泽东政策的老干部的胜利宣言。因此中共现在讲说这个历史决议也是中共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就字面上讲这话不错，因为经过那一轮大翻盘啊，中共走出了毛泽东时代，进入了所谓邓小平时代。那么毛泽东时代扶植起来一大批所谓造反派工人、学生、干部，那就已被一巴掌差不多打到地狱里去了。他们从此没有翻天的希望，能活下去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那么这一次的中共的历史决议是他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它当然也是大翻盘的产物。那么这次大翻盘到底涉及到什么方面？主要是国内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在国内政治领域呢，习近平上台已经将近10年了，他经过一系列高层权力斗争，最后用反腐败作为手段，把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的官员狠狠地清理了一番，至少表面上让那些被整的官员跪下去了。所以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高层领导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的模式呢，终结了，钟摆又摆回到了个人独裁。只是呢，这回独裁不姓毛了，独裁者换了个姓，改姓习了。所以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了。